2010年，江苏卫视推出了一档叫做《非诚勿扰》的相亲交友节目，孟非和乐嘉这对光头搭档成了国民眼中的情感大师。11年后的今天，各类综艺节目遍地开花，《非诚勿扰》的收视率依然稳坐同时段第一。在节目11周年的时候，孟非发微博问大家，说11年前你在干嘛？有人在评论区留言，上大学就看节目，那时不懂婚姻，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人才合适。但是孟爷爷总是在一些嘉宾下场之后做一些点评，听得久了就明白了想要的目标是什么样。现在已经结婚4年了，过得很好，很幸福，谢谢孟爷爷。好像无论过去多少年，孟非都是《非诚勿扰》舞台上那个风趣幽默的光头孟爷爷。但在此之前，他都经历了什么？为何老搭档乐嘉逐渐消失，他却能做到屹立主持界数十年不倒呢？这里是咸鱼记，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国民月老孟非。1971年，孟非出生在重庆，父母都是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的高材生。1983年，12岁的孟非跟随父母搬家到了南京。后来父母离异，孟非随了妈妈姓。上初中时，他偏科很严重，文科回回是前3，理科次次是倒数。为此，数学老师没少建议父母给他补脑。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他高中，以至于高考时落了榜。看着自己加起来还没100分的理科成绩单，孟非放弃了复读，一心想出去闯一番事业。他跟着几个好友来到传说中遍地黄金的深圳，可到了才发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初来乍到的大半个月时间里，没经验也没学历的孟非跑遍深圳，也没找到心仪的工作，身上的积蓄一天天减少。为了不挨饿，他一咬牙做起了装卸工。在每天扛大包累到吐血的那段时间，孟非开始反思自己的选择，觉得自己不该就此庸碌一生。于是他收拾行李返回南京。此时孟非的父亲已经当上了江苏广电的一个小领导，给儿子安排个体面点的工作不成问题。但孟爸爸作风老派，不屑走后门，于是孟非只能靠自己在江苏广电系统的电视报印刷工厂当了临时工。当时的印刷厂是流水线作业，一天工作10个小时，3个工人一条线，手脚稍微慢一些就会影响别人，被人训得像孙子。又累又委屈的孟非第1个月的工资只有23元，他什么都舍不得买。在深圳的残酷遭遇和在印刷厂的苦力劳作，终于让孟非意识到知识就是力量。想通了这个道理，他迅速捡起学习资料，开始准备成人高考。1992年下半年，孟非从工厂辞职，一边做零工一边备考。他送过水，发过传单，拉过广告，做过保安，把各种短工做了个遍。最后孟妈妈实在看不下去了，唠叨着让孟爸爸给他安排工作。孟非这才进了江苏电视台，成了临时工。在这个人生的转折点，孟非终于有机会迎来华丽的蜕变。当时的孟非把自己当做了社会主义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时间长了，大家都觉得他性格幽默又能干，出去拍摄的时候都会带着孟非。就这样，孟非结交了几位摄像师，有意无意学到一些专业的拍摄技巧。到最后，有些老摄像想偷会儿懒，就会找孟非来救场。孟非也很机灵，在摄像上很下功夫，没出半年就可以拍出不错的片子，得到很多摄像的夸赞。台里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孟非这个名字。会拍片之后，孟非又学了剪辑等技术活，对电视台的流程越来越熟悉，对自己也越来越有信心。再加上他这个文科优等生，写稿手到擒来，不过3-4年时间，孟非就成了一个合格的编导。他在日记中写道，苦难中积聚的力量正一步步地把我引向成功。这时的孟非已经对未来有了非常清晰的目标，他确信好运一定会降临在自己身上。1994年至1996年，孟非先后参与了纪录片《西域风情》《奔向亚特兰大》等节目的录制，获得全国体育电视2等奖、全国长篇电视专题片评比2等奖，让台里刮目相看，
还拿到了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证。在入台的第8年，她终于转成正式工。与此同时，多年熬夜工作积累的压力让孟非秀发不保。为了不影响心情，她干脆剃了个光头，一劳永逸。走进办公室，有个女编导觉得现在的她看着像个小老头，于是开玩笑喊她孟爷爷。这位女编导嗓门极大，站在办公室门口喊她，整个楼道都能听见她的声音。此时谁也没想到，这个随口叫出的外号会在未来18年家喻户晓。孟非也乐意给大家添一份欢笑，渐渐的，台里领导也发现了她身上的幽默天赋，将一档气氛活跃轻松的民生栏目交到了她手上。2002年，孟非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成为南京零距离的主持人，一干就是9年多。这档民生节目专门往风气不正的地方去，孟非每日加班加点自己写稿，常常在正义感的驱使下口不择言，义愤填膺，痛骂贪官。虽然这样的张狂言行没少让他挨领导的训斥，但也让孟非积累了第一批喜爱自己的观众。2009年12月，节目制作人王刚从一档失败的歌唱类节目下岗，上头派给他一个新任务，做档相亲节目。王刚立刻想到了台风稳健的孟非，又找了位表现欲极强的情感讲师乐嘉。2010年1月，这档叫做《非诚勿扰》的节目开播，第1期的效果并不好。乐嘉认为这是因为自己没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只能憋屈地在特定环节发言。录了几期后，他找到王刚，要求更改节目流程，让他可以随时插话点评嘉宾的言行。乐嘉说，我是皇帝的新衣里那个小孩，最大的功效就是讲真话。在他的坚持下，录制第6期节目时，王刚同意了更改环节，没想到这一改让节目效果大幅提升。乐嘉犀利的点评和孟非睿智的圆场，让节目再也不缺话题度。做到第10期的时候，乐嘉和孟非就已配合默契。非诚勿扰播出3个月时，已经跃升为全国现象级电视节目。孟非与乐嘉这对光头组合成为无数观众心中的精神导师。三观正有态度的孟非更是被称作国民月老。然而性格火爆的乐嘉很快就控制不住自己的言行，飘了。他说，我的性格不喜欢拐弯抹角，我喜欢直接解决问题。可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往往让节目现场充满火药味，多次激怒嘉宾，而每一次孟非都要负责给他擦屁股。2013年，乐嘉没和任何人打招呼，突然消失了1个月，过了好久才发微博说自己声带受损。1月18日，他录完了最后1期《非诚勿扰》，没留下只言片语就离开了节目，直到半年后才发文正式告别。网络上关于乐嘉离开的猜测有很多版本，有人说乐嘉和孟非不和，在后台大打出手；有人说乐嘉不满意薪酬的分配，气愤孟非拿太多，自己拿太少；还有人从他们的微博中嗅出了火药味，比如乐嘉发微博说，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亲我、骗我、贱我，如何处之？孟非则回应，我还是讨厌没有分寸和自以为是的人，生活中舞台上都一样。后来乐嘉因在录制节目时醉酒，脏话连篇，大骂嘉宾，逐渐在电视屏幕上销声匿迹，沦落到做街头商演，而孟非依旧是《非诚勿扰》上不可或缺的主将。很多人不解他凭什么能做江苏台一哥，有人认为他是靠《非诚勿扰》一夜成名。事实如何呢？在《非诚勿扰》10周年特别节目上，节目组邀请了曾在《非诚勿扰》上牵手结婚的男女嘉宾和他们的孩子。当孟非问他们，你们都知道我是谁对不对？一个小女孩立刻回答，孟爷爷。乐嘉离开节目后，于正、曾子航、宁财神、张嘉佳相继出现在他坐过的嘉宾位上，后来又有了非诚合伙人的加入，先后有佟大为、刘恺威、张亮、黄磊、刘烨、陆毅6位嘉宾加盟。但流水的嘉宾，铁打的孟爷爷，孟非永远是《非诚勿扰》的精神支柱。当有位女嘉宾反复强调自己家族智商优越、基因拔群，孟非会委婉地提醒她，站在男嘉宾的立场考虑倾听者的感受。
当有男嘉宾表示自己不接受单亲妈妈，觉得他们道德败坏，不原汁原味，孟非会毫不客气地打断他，让他离场，无所畏惧地说：这个舞台上什么时候离开，我说了算。孟非让《非诚勿扰》有了明确的导向：善意、平等、尊重。主持人胡紫薇说，等着看孟非如何收拾局面，如何圆场，是他看节目最大的乐趣。这样接地气的价值观和临场反应能力，正是来自于孟非此前在南京零距离中积累的经验。江苏台前台长周丽曾说，非诚勿扰的底色是民生新闻人孟非的出身决定的。非诚勿扰没有稿子，只有一条主线。孟非不是报道新闻的人，他是讲新鲜事的，对现场的反应很快，许多事情在现场爆发出来，他就当新闻来处理。2019年，孟非又接下代际相亲节目《新相亲大会》，这档子女带父母一起参加的相亲节目，比只有男女双方在场的《非诚勿扰》表现出更多的冲突与矛盾。而民生新闻人孟非依然做到了有血有肉，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本质。他就像一个大厨，有他在，味道就有保障。《非诚勿扰》播出11年，收视率依旧高居不下。大家终于明白，非诚的非是孟非的非。其实孟非不是没有过别的机会。2014年，冯小刚任春晚总导演，他打电话给孟非，问他能不能来趟北京，想听听他的看法。孟非说自己是江苏台的员工，要听从台里派遣，委婉拒绝。此后3年，他始终未应春晚的邀约，未曾踏上那个无数文娱工作者梦寐以求的央视舞台。孟非解释说，自己说不了那样高亢嘹亮的话，更适合交流互动式的主持风格。这些年，他在不同类型的相亲节目中穿行，却并不觉得无聊，因为舞台上人来人往，每个人的反馈都不同。非诚勿扰10周年特别节目上，孟非说，我有1/4的职业生命留在了这个舞台，我的样子没多大的变化，但我的女儿从开播时候的小学到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听到很多网友说自己是看着非诚勿扰长大变老的，孟非心生感慨，他们让我知道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叫做陪伴。宁愿坐在宝马车上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马诺的一句话让他一炮而红，连带着节目的收视也跟着水涨船高。2010年，江苏卫视打着相亲的名头推出了一档综艺《非诚勿扰》。这部综艺打破了传统的男选女的相亲模式，采取了女选男，因此节目一经播出就迅速受到大众的关注，一举成为了江苏卫视的收视冠军。同时，它也让很多女嘉宾成为了万千男人心中的梦中情人。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舆论和争议，女嘉宾的身份造假，男女嘉宾假牵手、有剧本等等。难道嘉宾们真的都是托吗？非诚勿扰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这里是咸鱼记，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综艺造假界的王者非诚勿扰。2010年，在模特圈闯荡多年的不知名小内模马诺，为了搏出路，报名参加了一档全新的相亲节目《非诚勿扰》。凭借着一头金黄的长发、精致的妆容和姣好的身材，马诺一下子就成为了舞台上万众瞩目的焦点。随后，他又凭借着自己的毒舌，成为了节目中镜头最多的女嘉宾之一。但就在马诺春风得意的时候，他因为自己的舌头招来了一场巨大的灾祸。在某一期节目中，有一位爱好骑单车的男嘉宾非常喜欢马诺，于是他深情地向马诺表白，虽然自己没有车没有房，只有一辆单车，但是他一定会让马诺每一天都过得非常幸福非常快乐。就在大家纷纷为这位男嘉宾而感动的时候，马诺竟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节目播出之后，马诺因为这句话成为了新时代的拜金女，遭到了网友的谩骂。一开始，马诺面对铺天盖地的谩骂时还有点高兴，因为自己参加节目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可当时间越来越长，骂声越来越多后，他开始感觉到恐慌和害怕。
尤其是一位男嘉宾当着所有人的面指责他没有诚意，要找有钱人应该去参加选美时，他意识到有很多人彻底误解了他，并且让自己沦为了众人发泄的对象。可当他想要解释的时候，却没有人愿意听了。后来马诺在一片骂声中退出了节目，本以为一切都会戛然而止，但是即便马诺离开了节目，人们在谈起拜金女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还是他。这样的误解让马诺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他参演的影视剧减去了他的镜头，综艺也删去了他的画面，最后他甚至直接遭到了封杀，事业毁于一旦。直到2019年2月，马诺首次在微博上曝光了自己拜金的真相。当年参加节目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小模特，为了能够增加一些曝光度才参加了《非诚勿扰》，因此他从头到尾的表现都是按照节目组给的剧本进行表演的，而那个被他拒绝的男生实际上也是节目组请来的演员罢了，只是那时候的他一心想要成名，所以听从了节目组的安排，没想到最后竟然让自己背负了那么多年的骂名。除此之外，马诺还曝光了节目的其他内幕。据马诺所说，其实参加节目的大部分女嘉宾都是节目组邀请的演员，他们会按照学生、白领、模特等身份支付相应的出场费价格，一般是在500到上万不等。同时节目组还会包吃包住包机票，因此有很多人都会冲着这个高待遇报名参加节目。当然也有不少人像马诺一样为了出名才参加的节目，就像2014年的方尼努尔事件。方尼努尔参加节目就是为了能够多争取一些镜头，增加自己的曝光度，所以在有几期节目中，他会故意为男嘉宾们留灯到最后，为自己增加表白的镜头画面。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有一位男嘉宾竟然直接放弃了他的心动女嘉宾，选择了方尼努尔，这让他感到非常恐慌。牵手成功就意味着他不能再参加接下来的节目录制了，也意味着他将会失去一个固定的曝光机会。于是他只能说道，半年前刚失恋的我还没做好恋爱的准备，希望用1年的时间来平复。不想谈恋爱却来参加相亲节目，还为男嘉宾留灯，方尼努尔的小心思明晃晃地写在了脸上，惹得孟非直接在现场大怒，节目组更是直接将方尼努尔赶下了舞台。在节目刚开播不久的时候，《非诚勿扰》还经历了一次非常严重的整改事件。当时一位名叫严凤娇的女嘉宾因为长相清纯，受到了很多男嘉宾的喜爱，她还被封为《非诚勿扰》史上最清纯女嘉宾。但是就在节目播出后4个月，网上突然爆出了严凤娇的不雅照，照片中的严凤娇和她节目上的清纯形象完全不符，因此她的照片迅速在网上流传了开来，引发了著名的厕所门。这件事情引起了广电总局的高度重视，他们对《非诚勿扰》进行了一次严肃的处理，节目无奈只能暂停播出并进行整改。后来即便严凤娇退出了节目，但对节目造成的损失却是无法弥补的。但实际上节目上的有些女嘉宾也是真的想要通过节目来寻找到自己的另一半，然而当真诚的人遇上演员，受到的只能是伤害。在《非诚勿扰》大火之后，一位名叫王佳的大龄单身女青年便想着通过节目寻找到自己的另一半。第一次出场的她身穿一袭优雅长裙，温文尔雅，再加上她还是西北大学的高材生，因此节目播出之后，王佳迅速走红，成为了知性女神。虽然喜欢王佳的男生不在少数，但是王佳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她一直没有挑选到合适的男嘉宾。直到一位30岁的来自北京某公司的总经理张天翼出场的时候，王佳才感觉到自己的那个他终于出现了。最后2个人成功牵手，王佳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张天翼也是满脸笑意。本以为王佳和张天翼会成为一对令人艳羡的情侣，王佳也能实现自己结婚的想法，但没想到事与愿违。就在王佳还沉浸在幸福中的时候，张天翼竟然只留下了4个字出国公干，便彻底消失在了王佳的人生之中。
那段时间，王佳一边要不断寻找着张天翼，一边还要面对粉丝和亲友们的不断问询。他觉得自己都快要喘不上气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做文文的粉丝一直默默地关注着他，陪伴着他，并且文文还表示自己愿意陪王佳承受生命中的所有痛苦和不堪。虽然文文的话让王佳非常感动，但是在线下见过面后，王佳就觉得文文哪里都比不上张天翼，所以他拒绝了文文。然而文文并没有就此放弃，反而一直在他的身边献殷勤。最终在文文的不断追求下，王佳接受了他。但就在他还在犹豫要不要和文文结婚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竟然已经怀孕了。王佳失去了其他的选择，他只能和文文步入了婚姻。但是婚后的生活却是一地鸡毛，文文不再像以前一样对他关怀备至，而她也因为生孩子身材变形患上了严重的产后焦虑，再加上以前一同参加节目的很多姐妹都找到了高富帅，过上了非常美满幸福的生活，这让王佳的心里产生了极度的不平衡。她觉得明明自己的条件远好于很多女嘉宾，凭什么自己的生活就是如此不堪？于是她开始觉得自己的不幸来源就是丈夫，因此在和文文爆发了争吵之后，她杀掉了自己的丈夫，最终她毁掉了一个家庭，也毁掉了自己。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因为的的确确有很多女孩通过节目嫁入了豪门，也有很多女孩成为了网红，但是更多的女嘉宾还是过着自己以往的生活。非诚勿扰就像是给所有的女孩都编织了一场美梦，有的人梦醒了便出来了，而有的人却还一直沉浸在梦中，没来得及梦醒就已经沉睡了。借着诸多女嘉宾的非议，非诚勿扰的收视一路高涨，话题度也越来越多，它一跃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相亲节目的鼻祖。但实际上早在1998年的时候，就有一档相亲节目与非诚勿扰非常相似，它就是相约星期六。两档节目同样是挑选了多位男女嘉宾，然后通过短片了解彼此，在节目上进行互动，最后再由嘉宾做出选择是否牵手。相同的规则，相同的模式，很难不让人怀疑非诚勿扰是借鉴了相约星期六。除了节目设定上疑似抄袭之外，非诚勿扰这个名字也涉嫌侵权。非诚勿扰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冯小刚的一部贺岁档电影，在电影热映之后，一个名叫金阿欢的温州商人瞅准了电影的热度，率先申请了非诚勿扰这个文字商标。与此同时，他还创办了号称中国第一实体婚恋加盟品牌的非诚勿扰婚恋交友网站。因此，当江苏卫视的节目《非诚勿扰》热播的时候，金阿欢便向法庭上诉，要求节目组停止侵权行为。这场官司足足打了3年之久，最终江苏卫视的节目《非诚勿扰》被判违法。节目组不仅要赔偿金阿欢30万，还要暂停使用“非诚勿扰”这个名字。为了节目能够继续播出，节目被迫改名为原来非诚勿扰。非诚勿扰从开播到现在已经有12年的历史了。作为一档相亲节目，非诚勿扰一开始的初心也是帮助年轻男女寻找幸福，但是作为一档综艺节目，它必然要考虑到节目效果，因此渐渐的它开始将重点放在了如何制造话题和爆点上面。最终非诚勿扰收获了名和利，但却违背了他们的初心，让当下的人更加不相信爱情了。只能说综艺节目看看就好，认真你就输了。这里是咸鱼记，喜欢视频内容别忘记点赞关注，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说出自己的看法。我们下期视频再见。